他就接了总召，然后在旁边的我就，他接了总召，所以我是副召了吗？就这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就如此的顺理成章。刚刚才理清了，就是我们参加大平台之前办了一个那个什么同志参政培训营，对，那个营队，然后我们在里面有认识到桃园野餐日的人，然后他们然后开会筹备的时候就找我们一起去，然后我们原本在聊其他的事情，然后聊一聊就觉得我们好像蛮有想法的，然后他们去年也办得很累，然后我们是新来的人就说不然就给你们办嘛，所以就变成我们办了。转型为线上的形态是你们有所预期的吗？其实是没有，我们一开始都是往那个实体的办，就是照去年的什么报价单啊，然后场地的布置什么都一样，然后就照去年一样办就好，就是之前就突然3级警戒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在想要不要继续，然后我们也是想说，那不然直接停办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因为我们找了一批跟去年几乎都不一样的人，那大家都没有试过，然后就还是想要继续做，所以我们就改线上，然后继续办下去。当时我们在体育的时候，好像有人说，就是我们可以挂彩虹小物在身上，然后出去走走，然后拍照。一开始有人抛出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也是一种被看见啊，想要让你们知道说啊，同志原来就在我们生活周遭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还要顾虑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就是已经办了几年的活动，然后如果我们做一些不当的决策，然后比如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时间还叫人家出门之类的，会被骂。所以我们最大的顾虑还是不要被骂。必须。对，所以我们后来就转成，就是我们就有一趴的活动是叫做在家野餐。就是我们用募资商品啊，或者是在活动开始的时候，因为募资的时候还没有商品还没来嘛，我们用找网红嘛。网红。对，然后就是可以拍下你是在家如何准备野餐的东西啊，然后在疫情的期间还是可以居家野餐。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桃园彩虹野餐日的主题吗？好，那这个主题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面海报的这个族群多元彩色桃园。那为什么会是定这样的主题呢？其实是因为去年我们的主题是友善城市一起成家，那我们今年第2届想要我是指游行，就是第2届，我们今年是想要就是把它扩大成从一个家到一个社会。那我们所在的这个桃园市，它其实是非常的有趣就是大家都知道台湾有5大族群嘛，就是我们所谓的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跟新住民。那其实这5大族群他们都刚好就是在桃园市，就是都有这一些族群，而且他们都各占一席之地。就好比我们北桃园的话，我们常会说就是有比较多闽南人。那像南桃园的话，中坜、平镇、杨梅、龙潭，大家就是很知道，就是传统客家人居住的地方。那再像是外省人的部分，在应该有听过中坜、龙岗、中正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多眷村的。桃园也是台湾眷村蛮多的地方。那再来就是原住民的部分，就是桃园有原住民行政区嘛，就是在复兴区那个地方。那新住民的部分，我想这不用讲了，但桃园中坜素有劳力士之称，就是大家都真的很多新住民。我们的中坜火车站前面都是外籍移工这样子。彩色桃园它最核心的意义就是在于说，不是桃园原本就有了自己的颜色，而是因为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族群在一起，才彩色的桃园最美丽的样子。我们会认为说，族群之中有同志，同志之中也有族群，尤其像是最近的一些原住民同志的议题，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同志就是同志，但其实同志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单一。我们也有原住民同志，他可能会面临到他因为有宗教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说原住民可能比较多的基督教信仰这样子，那他可能受到的压迫就会跟汉人比较不一样。那像汉人里面的话，客家的同志，那他相对于闽南族群来说，其实客家人是一个比较注重家姓氏这样的一个传统父权的一个族群，那他可能所承受到的这个客家男同志可能所承受到的这个传宗接代的压力，他就可能不是其他的族群他们可以想象到的。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族群之中有同志，同志之中也有族群，我们既是那么的相同，又那么的不同，但是因为我们彼此在这里生活，共存共荣的生活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才会是最美的样子。了解。那总召有要补充的吗？没有，因为主题是他想的。因为这一项都是我写的，主任书是我写的，主题也是我写的。理解。好，你觉得桃园政府跟大众
对 LGBTQIA 的态度现在是什么？好，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办活动最重要的什么，就是要钱。然后这个活动其实很大一部分的，不管是行政上面的帮助，还是那个资金上面的帮助，都是那个桃园市政府青年局有很大力的帮忙。所以那个桃园市政府是真的很帮忙。然后如果说大众的话，像之前那个公投的时候，18年公投的时候，然后我到那个中原夜市那边去当小蜜蜂，然后我们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去吧，而且是一天去很多个店。就是从公投的结果看来，就是我们有特别加强站的那个地方，就是结果都蛮好的。虽然不能说一定都是我们的功劳，但是我们觉得可能会也是有点关系。所以如果说桃园这一块的人怎么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多沟通还是有用啦。公投有比较反同势力的是有放一些布条，所以我一直以为桃园是有一些比较不友善的人。我觉得其实这个比较像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而不是县市之间的差距。因为像桃园刚刚有说嘛，中坜区跟桃园区，就是这两个地方是比较城市的。然后像比如说，因为我是住在中坜平镇的边缘的地方，然后有时候会经过其他像刚刚讲过的地方，我就不知道是哪里了啦。就是的确是会有看到候选人，然后就直接把他的标语跟反同绑在一起，然后就知道这个地区的人的确是比较偏向哪一个方向。但因为我们都是在比较都会区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人本身就比较年轻，然后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想法，那也比较好，就是比较会有机会，比如说站上街头，你就可以看到人，就可以跟他沟通。所以我觉得比较像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而不是县市之间的差距。所以你觉得这个游行可以触及到我们刚刚说的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资讯那么快的地方吗？如果是说今年的线上游行的话，我们的期望里面是希望可以啊，因为就像城市里面会有同志，那当然比较乡下的地方就会有同志啊，但是乡下的地方可能就是因为看他的邻里之间的感情太近了，或者是一出门就看得到你，就知道你是谁，所以他反而没有办法在空旷的乡下做自己。那如果我们是线上的话，其实就是比较方便各种身份的人都能来参加，而不会是说我们的活动办在城市里面，就只有城市里的人可以来参加，然后你一参加，大家就看到你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各有优缺点的。那我想请问，桃园彩虹野餐日是从哪一年开始举办？然后为什么要以野餐的方式来做？它最早是2016年然后那个时候野餐的话，其实就是原本只是一群3、5好友，然后相揪，然后想说我们就去办个野餐，然后可能有发在 PTT 的版上啊，或者什么的，反正就人越来越多。那他甚至以前在办的时候，可能1年还有2次哦。然后这是一直直到现在2021年才逐渐稳定下来。我们也有问创办人说，那你一开始办这个野餐的想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其实他后来有跟我们说，其实最主要就还是多认识现身，就是对有联谊啦。一开始是为了认识，可能后来发现说想到说，其实它跟游行很像，因为野餐可能会更亲近融入这个社区。因为你想看我们在公园里面野餐，其实公园很多都是家庭，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这样子一家人这样子出游，就是席地而坐坐在地上。那会发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坐在地上，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平等的，我们没有什么特别不同，我们只是喜欢的对象不一样而已。类似这样的想法。还是说桃园的手艺比较好，有办法端出菜来？2020年的时候，首次扩增第1届彩虹游行的原因是什么？2020那一年因为我们是今年才加入的，所以我们没有很详细的知道。但据我们所知，应该就是因为参加的人够了，然后各地也都在办游行，所以才讲说桃园应该有这样的能量可以来办。越来越的确也是。而且那一年也很高，因为其实2020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有疫情的嘛，但是因为后来趋缓，所以他们变成是他们当时活动定在去年的2020年的9月5号，那个时候是全台湾的第1场。因为我们在2020年初的时候，就因为那个 COVID-19 的关系，很多活动都缓办了，然后变成是桃园同志游行，变成是当年度的第1场同志活动。对，然后还邀到就是
就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桃园市政府其实蛮支持的，所以说去年那时候其实也邀请到郑文灿市长，然后上了那个前导车，然后跟大家挥挥手讲话，就在桃园市政府前面。最后，我想要请总召跟副总召帮我们介绍2021年桃园彩虹野餐日的活动内容。好，我们在10月3号当天会有开幕直播，然后我们的来宾有芒果街老爸、青虫、康硕提、庸俗救星，还有小树乐团。然后接下来的话有几场 Clubhouse 的对谈，然后还有 Netflix 的那个 Watching Party， 就是大家一起看电影，然后有一场会有语坛人，然后这些活动的来宾有蔡宜文、陈子良会在 Clubhouse 对谈，然后桃园彩虹居所的小 P 跟台北拉子会在另外一场的 Clubhouse 对谈，然后 Netflix Party 的部分会有体育周报的 Lori 来当我们的语坛人，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刚刚讲过的梗图大赛、线上野餐，然后在最后活动结束10月9号那天的时候，结束会有线上聊天会，然后就是所有人想要来参加就一起来聊天，来聊聊你对于整个活动啊，或者是你对于就是任何想说的你想说什么的话，我们都一起来聊聊天这样子。